是不是客厅的 WiFi 覆盖不到主卧？结果在主卧里加了一个 WiFi 路由器，发现还是不怎么好用。本期的视频就带大家来看看如何优化和配置一个可以全屋漫游的 WiFi。不做王者坑队友，从我做起。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 WaveTech 让科技，我是 Eric。想要配置一个完美的全屋 WiFi 漫游方案，也不是那么简单。市面上常见的方法有3种，第一种就是在需要用到 WiFi 的地方部署一个 WiFi 路由器。那这样的土办法所带来的问题就是，当你走到不同的地方，需要切换到不同的 WiFi 路由器上的时候，需要手动将 WiFi 断开，并连接到新的 WiFi 上。那这种方法就会相对来说比较不方便。那么第二种方案是目前比较流行的 WiFi Mesh 的方案。由于 WiFi 联盟的 Easy Mesh 技术并没有在这个过程中被推广开来，所以导致不同品牌之间的 Mesh 路由器并不能进行混用，而且支持的协议也并不相同。像我手里的这台 Amplifier Alien 可以说是 Mesh 路由器里的天花板了吧？至少600美金的价格也算是 Mesh 路由器里的天花板了。像国内比较火的小米路由器也支持 Mesh 方案，但是手机要在小米路由器不同的 Mesh 节点之间进行漫游的时候，并不会那么顺畅，会出现掉帧或者切换比较慢的一个问题，需要手动重启 WiFi 才能连上新的一个 Mesh 路由器。那么最后一种方案，也是企业中常见的一种方案，我们会在需要 WiFi 的地方部署一个无线接入点，也叫做 Access Point， 简称 AP。并且多个 AP 之间会由一个控制器来控制，也叫做 Access Controller， 简称 AC。所以这套方案也称为 AP 加 AC 的一个方案来控制。这个控制器呢，会监控所有 AP 的一个工作状态，还会实时监控所有 WiFi 设备的一个接入情况。所以不管是 WiFi Mesh 还是 AP 加 AC 的部署方式，都要注意以下几点来优化全屋漫游的质量。第一个是每个 AP 或者路由器之间的距离和功率。如果你把2个 AP 或者路由器放得太近，那么这2个 AP 之间就会争夺设备，你手机会在2个设备之间跳来跳去，产生不必要的抛转。距离太远呢，那么这2个 Mesh 压根无法工作，或者 AP 之间要断开一会儿才能连接。所以找到一个最合适的距离，有助于帮助全屋 WiFi 的优化。那么功率呢，肯定是开到最高啊，什么穿墙啊、破墙啊、无墙啊，最好你家的 WiFi 可以覆盖全地球，顺便把空间站一起覆盖了。目前最远的 WiFi 无线桥可以将 WiFi 传输到20公里以外，但是受到手机体积的限制，天线大小和功率都不会太高，所以就算手机能接收到 WiFi 信号，但是也未必能发得回去。所以盲目的将发射功率开到最大，并不能解决覆盖问题，反而经常看到手机上信号满格，却上不了网。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建议将发射功率调小，或者有些高端 AP 支持调整最低 RSSI 设置。当 AP 发现设备的 WiFi 信号低于所设的值时，就会自动踹掉设备。第二个是 WiFi 信道的优化。举个例子说明吧，我们常见的 WiFi 频率分为 2.4G 和 5G。这里说的 G 并不是指 Generation， 不是指手机的第5代通信系统。2.4G 指的是无线电波频率在 2.4 GHz 到 2.5 GHz 之间。我们通过这张维基百科的频谱图可以看出来， 2.4G 的 WiFi 分为14个信道，除去中国不可用的14信道，我们这里就剩下3个互相不重叠的 WiFi 信道，分别为1、6、11信道。可以想象成一条大马路上有3个独立车道，可以容纳3辆车同时通行。所以当你邻居占用6和11车道时，那么你就应该选择更加空旷的1车道。当然，有些邻居开车就喜欢开在线之间，例如选择5车道，这样同时浪费了1车道和6车道。如果可以的话，你把这个视频发给他，让他科普科普。不仅要和邻居的车道分开，自己家里如果有多个 AP 或者 Mesh 之间，也需要有自己独立的车道，避免 AP 在工作的时候，自己家里的 AP 相互干扰。例如，如果有3个 AP， 就可以分别将这3个 AP 放在1、6、11 3个独立车道里。如果超过3个 AP， 则利用最远原则，相同2个频率的 AP 放到最远的距离来避免干扰。第3个是 AP 之间的漫游。如果 AP 和 Mesh 之间不设置漫游功能，那么家里的网络其实是由多个名字和密码相同的 WiFi 组成，手机是不会自动在 AP 之间切换的。就算你从客厅走到卧室，也需要手动关闭 WiFi 才会重新连接到新的 AP 上。这个时候就需要有 802.11KVR 协议来帮忙了。国内的路由器品牌可能会把这些协议分别叫做 5G 优先或者同步双频，还有 WiFi 快速漫游或者 BSS Transition。那我们分别来解释这些名词的意思。首先说说 5G 优先和同步双频，这是指手机同时支持 2.4G 和 5G 信号时，自动将设备提升到速度更快的5 GHz 频率上来。
但是由于设备距离较远或者信号衰减的原因，造成5 GHz 的速度慢于2.4 GHz， 手机又会自动切换回2.4 GHz。第二个是 WiFi 快速漫游和 BSS Transition。如果没有开启这项功能，其实 AP 和 Mesh 之间是一张名称和密码相同的 WiFi， 每次切换 AP 或者 Mesh 就需要重新验证密码。那么 BSS Transition 就是将多个 AP 组成一张网络，只要完成一次密码的验证，就可以在 AP 和 Mesh 之间无缝抛转。通常手机拥有 BSS Transition 的 AP 和 Mesh 之间抛转可以在1毫秒内完成，用户几乎察觉不到任何的网络不稳定和丢包等问题。OK， 我们今天学到什么呢？首先是 AP 和 Mesh 路由器之间要有适合的距离，既不能太远，也不能过近，功率呢也不能盲目的开到最大，避免信号满格却上不了网的一个问题。第二个呢，我们聊了2.4 GHz 下有3个独立的 WiFi 信道，我们应该将不同的 AP 或者 Mesh 设到自己独立的信道上来。第三个，我们聊了 802.11 kVR 协议。在开启 BSS Transition 之后，可以将不同的 WiFi 组成一个相同的网络。在开启 BSS Transition 之后，等于将几个名字和密码相同的 WiFi 组成一个大网络，只需要一次的密码验证，就可以将不同的 AP 之间漫游。OK， 如果喜欢本期的视频，记得关注和点赞。这也是我第一次用动画的形式向大家介绍这些苦涩难懂的名词。如果哪里还有看不懂的，可以将播放速度调到75%，再看一遍。如果觉得我哪里还讲的不够详细，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评论。OK， 我们下期视频见，拜。